我再也不买海馒头了，我再也不买海馒头了。不是，你们听我解释啊，就是你看这个特别的峰会，它不香吗？这么好看，好不好？还有这张明美的背景衬纸，还有专门的塑封袋。你看看550买这个衬纸，万代还给你附送一整套的 VF4 模型呢。你有病！但是你这个样子的飞机，我怎么记得你有一架呀？哎呀，那个是老歪设的啦，而且是1:60的大比例。再说了，那是 VF4G， 和这台 VF4 是不一样的。来，我跟你好好的科普一下啊。首先 VF1 开始开发不久，下一代的战机研制就已经开始了。洛克威尔贝尔公司就该计划提出了 X-3 和 X-4 两种型号，但中途爆发的第一次宇宙大战把资料和试验机都毁了。战后统合军收集了残留在月面的资料，重组了 Stonewall Bellcom 公司来继续研发。不过资料就只剩下 X4 的了， X-3 的只剩下了几张照片。而这个继续研发的成果就是现在的 VF4，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这种将 Fastpack 外挂直接融入肩部的设计。这不仅比外挂 Fastpack 来的轻便，而且宇宙中的机动性、加速性、作战半径等等都优于 VF1， 宇宙空间的性能直接提升了 40% 以上。当然了，这主要还是因为开发之初就希望设计一款能在大气圈内飞行的宇宙战机。不过这个设计在大气圈内的性能就很一般了，机动性也低于 VF1， 所以也一直没完全替代 VF1， 而主要被用于部署于宇宙部队。而今天看到的这款是 Scout 大队大队长一条辉跟随 Mega Road 船团一起出发的101号的 VF4， 看这个尾翼上的骷髅标，一条辉专用。峰会画的其实就是出发这一幕，也就是 OVA Flashback 2012的最后片段，也是 VF4 唯一登场的那么几秒钟。不过啊，明明这个 OVA 描写的都是林明美啊，你俩最后还要跑出来秀恩爱。哎呀，看着衬纸上的明美多漂亮啊！扎辉不要，我要。话又说回来啊，名字后面这个闪电3其实是指该机是继承了曾经闪电2型的战机后继机。如果大家不熟悉闪电2这个名字，那说 F35大家就应该认识了吧。但是峰会上并没有明说这架 VF4 是具体什么型号，因为设定中 VF4 真正具备实战变形能力是多次迭代后的 VF4G， 但一条辉驾驶时应该是刚量产不久，虽然并没有明说能不能变形，但玩具反正是给了。也正因为能变形，万代的老问题，部分地方的大缝真的看得让人难受啊。再来看到配件，两个支架连接件，一条辉的小人，外观补充盖板、钢炮的以及相关的零件，最后是经典的海馒头替换用的起落架。单从配件的量来说，这次的 VF4 算是比较少的了，但这反而让我很惊喜啊！相比前几款什么盾牌啊、翅膀啊都有替换，反而说明这次做的不错。比如说这8个内藏的导弹就还原了分件，竟然没有被阉割掉。造型补充件也是只有这个腿部的盖板，虽然我觉得这里的收纳已经很不错了，加不加盖板其实看起来区别并不大。不过钢炮的就比较的迷惑了，明明都还原了这个拉伸的展开结构，还是要用分件来还原握把的展开。如果要将钢炮的搭载在机身上呢，需要先把枪收纳起来，然后拿出这个白色的连接件扣上，最后再挂载到机腹部就 OK 了。前后都有卡槽卡位，挂载还算很紧实。进气口挡板细节自然也没有落下，不过替换起来就比较的麻烦了，得先解锁腿部变形结构才能去换。F 形态下用的是带有扇叶的这种涡轮形态，话说至今为止我都没见到过能还原这里形态切换的飞机啊。不过这次 VF4 的进气道很深啊，要不是左右打了2盏灯，不然都拍不到这个地方的细节了。这样看整个前脸还是很帅的。起落架替换这里就快进了，这一次的起落架连盖板也得换掉，以前的多少还留个舱门的展开，戴哥这里偷懒偷大发了呀。所有挂载都加上机腹部就像这样，不得不说意外的平整美观啊，前面那些槽点都可以忍了。最后就是我吐槽最多的机舱盖没有展开，只有插拔了，怎么感觉海馒头系列还把这当自己的特色了呢？这次的一条辉小人涂装马马虎虎吧，戴哥的也这个样子，不能强求，能给就不错了。不过这次的仪表盘完全没有细节遗印，又被万代给省到了。另外其他的几个翼面都是有一段可动的，也算常规操作了。设定中因为大气圈内升力的不足，还追加了压抑，这里要是能再给一段压抑的舵面平转将是绝杀。另外矢量喷口这里也是给了展开还原可动的机构。最后不得不来看到的配件就是这个地台了，虽然上一次的 VF19改也给了个很不错的地台，但这次的 Lisa 和明美同框，好看，真的好看，两位童年女神，买地台送飞机简直值了。好了，看了这么久的 F 形态，接下来就来变形吧。首先是 G 形态，得益于 VF4 出色的变形设计啊，变形的过程超级的简单。首先解锁引擎下方的腿部，接着记得务必把这里的盖板给掏出来，掏出来之后才能把整个小腿给折进去，变回经典的外八字反关节。接着翻到背面，把这里的遮盖挡板给拉上去，这个地方非常的紧啊。
最后再把脚掌拉出来，把前后的脚掌展开一下，这个腿部的变形就完成了，轻松加顺畅。接着把引擎炮口这一段先往外拉，然后转个圈之后把这个手臂往下掰动，这样其实手臂就算出来了。然后把手臂先瘪出来，然后就能打开小臂的盖板，把这个小的造型手给翻出来。接着把肩部的2门炮口的挡板给翻下来，最后这里有一个小的盖板，也一定要记得翻下来。然后整个 G 形态的变形就完成了，是不是特别的简单啊？设定中 VF4 一直没有搞定变形，但实际上这个变形真的是简单朴素又实用啊。说回 G 形态，虽然有些兄弟可能不喜欢，但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2条腿太过于细长，整个机体除了肩胛比 VF1 大一圈外，其他的部分和 VF1 真的很像，毕竟试验期间跟 VF1 的零件能做到 35% 以上的互换，所以我是完全没觉得丑的，甚至因为肩胛填充了身材的关系，我反而觉得更好看了，不知道有没有同感的朋友啊？另外这次除了那个变形用的造型手以外，还提供了开掌、持枪扣扳机以及握拳手3对，大小很大，除了边缘严重的飞边以外，其他方面我觉得还是做得不错的。接着来变 B 形态，首先把2个压翼给翻下去，接着把机头下方的小零件翻出来，接着折下机头，然后像这样折叠起来把机头收纳进去，接着把刚刚翻下来的小零件给扣进缝里，小翅膀向下翻锁紧，然后向下按压驾驶舱，把驾驶舱给压进机头的内部。下一步可以选择把2侧的导弹翻出来一段，当然不翻也可以，说明书上是让翻的。接着这一步是有点困难的，这个地方锁得很死，但是又没有什么可以借力和抠开的机关，只能先用巧力给它折出一个缝隙，然后把指头伸进缝隙里面，把前半段给挤出来。接着把指头伸进2个腿旁边的缝隙里，把整个下半身给用力的向下拽，然后上下半身就会分离了。记得要把中间连着的横杆给拉出来到垂直的状态。接着翻出这个裆部下方常驻的一根桩，然后把整个机头的部分折叠下来往桩的部分靠，机头的下方是有凹槽的，结合到位的话就能把这里给扣紧。接着打开机背部的小盖板，把头从下方给顶出来。这个部分的连接轴很长，要自己去折叠一下，但并没有固定的位点告诉你弄对了，所以具体怎么样就全凭感觉了。接着就是把腿先转到平行于躯干，然后捋直2条腿。记得把腿部的拉伸关节给缩回去，这里漏了说了，脚部也可以缩回去一段，但不要缩到底。接着就能把整个上半身给转过来，然后盖到胸前的机头上了。这里的细节是里面有个小的锁扣，先要向里推一下，把机头给推进去，接着上下就会自然的被锁住了。最后的最后，把胸部2边的进气道拉出，然后向下翻折。背部2边的喷口也是同样的操作，这里完全没有阉割，真的是超级好评。最后再调整一下各个翼面和整体的造型，变形就完成了。虽然变形的过程复杂了一些，但也没有变 G 形态那么简单流畅，但整个变形的难度并不高，变形过程的体验也很丝滑，几乎没有太多会卡住或者看不懂的地方。而且和部分地方比较松垮的老歪射相比，海馒头的这个把玩体验真的会好很多。这一款还真是让我对这个系列有了很大的改观啊。B 形态的造型方面，身形比例修的真的是挺好看的，不喜欢的人可能会觉得很不喜欢，但我一直觉得 VF4 的 B 形态是目前为止所有 B 形态里面最有未来科技感的。海馒头的这个 B 形态在站姿下更是让我觉得有一点小帅。B 形态的可动方面，首先头就是被一根长的轴给连起来的，这个轴上有很多段的可动，像这样有些90度的低头和抬头，包括伸脖子啥的也都能做出来，360度的平转更是不要太轻松。手臂由于完全位于引擎盖的下方，不管是向前摆还是向后摆，以及侧平台的角度都只有75度左右，比较的局促。另外大臂根部是有一小段转动幅度的，小臂这里则是能360度的转动。手肘这里引入了一段可以侧向弯折的关节，大概就是超过30度多一点的样子，但有助于摆出更多的姿势。最后是曲肘，大概是100度附近的范围。大腿根部由于变形的关系，有这样一段可以向前引伸折叠的90度关节。前后踢由于完全没有裙甲的限制，根部又是一个简单的球关，前后踢随便就能超过90度，侧踢这里就比较意外了，作为 VF 竟然能达到60度。大腿的平转就基本上别想了，也就根部的球关和轴有点范围。屈膝则是得益于变形的关系，这里是几乎可以做到180度屈膝的，甚至膝盖的上方也加了一个横向的弯折关节，能让屈膝像这样做到横向折叠90度。脚踝的根部是个长轴球关，所以球关能做到的它也能做到。另外看到前后脚掌各选了一根空心桩就知道了，2个脚掌都能做90度的展开和折叠，当然也能上下做摆动了。不过最让我惊喜的莫过于这根横着的空心桩了，直接让 VF4 有了侧向接地，即便2边的装甲都有大幅的遮挡，也能做到接近45度的接地范围。
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真的不需要做什么总结。这价格如今甚至可能不如一个 PB 限定的R魂或者 SHF， 但东西很有诚意，飞机本身各方面综合素质也很不错。虽然我曾经嫌弃海馒头，但这台 VF4并且是 Flashback 2012的纪念版，证明了自己的性价比。